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一诺答疑啊。今天说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呢，我是一个高中班主任，也是一个单身妈妈啊，独自带4年级的儿子。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来啊，6点半就要去操场盯早操，然后回来接孩子、送孩子上学，然后去单位上课当班主任。晚上还有晚自习各种事务，除此之外，我还要接私活来改善生活条件。但是最近孩子跟我说，他的这个同桌呢，经常骂他、欺负他，我呢已经非常努力的处理了，给孩子撑腰。结果昨天晚上呢，2个人又吵了一架，孩子跟我哭着说，我就给你说了一件事，你给我的全是负反馈，我当时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他问我妈妈，你天天说累，你都干什么了？你什么都没干哟。他说，妈妈说，我听到这个我就要崩溃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哈。我怎么回答呢？我说，首先我跟这个妈妈说，我说你其实，首先啊，你要看到自己，你当然不是不够好，你其实一个人在同时至少干3个人的活儿啊。如果呢，就是一个孩子看不到，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也要看不到。所以其实底层是，其实对中年女性，特别是这种就像这个妈妈这样的女性，你想她自己干了哪3份活？第一个，她是一个高中老师啊，高中老师其实已经相当于1.5个活了。我觉得公立学校的高中老师还当班主任，工作量是巨大的啊，一天在学校里面不待10几个小时，肯定是完不了的。这是第一个活，对吧？第二个呢，她是一个妈妈。然后呢，她还是一个单亲妈妈，这就相当于又是个1.5个活儿。因为你如果是个哪怕是2个人都在的妈妈，也基本上是一个全职工作。然后你单亲，对吧？那又是，所以你这至少要做了3个人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啊。我就总讲，我说有的时候大家想，就是人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是吧？这个橡皮筋儿你可以，你可能挂500克啊，1斤可以沉一沉，再挂个600克也可以。但如果你挂上10公斤，它肯定就不行了，对吧？要断的是吧？你这个它绷得很紧之后就会断，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不是橡皮筋的错，是这个承重超了。所以像这位诺友又是班主任、妈妈、老师，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那这个时候其实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是所谓的那个让你崩到的那一点，所谓的最后的稻草。所以首先要自己看到自己已经是这个橡皮筋拉到极限了，所以这是要自己看到这个状态。一个上这个4年级的男孩子看不见，当然让人心寒，但这是正常的，是吧？就是孩子就是他肯定是正常的。我们当然如果他有这种机缘能看到，因为很多时候你也在保护他嘛，是吧？他知道的就是我醒了以后妈妈回来了，带着我去这个上学了，然后呢忙活一天我也见不着我妈。回来之后也见不着他，一直在忙，对吧？然后我的问题他也没有解决，所以孩子从他的视角看到的有限的事实就是这些，所以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也是正常的，对吧？所以其实不要以他的视角去惩罚自己，当然这个很难了，我当然知道，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所以为什么说被一个人看到，或者别人说一句话，看到你的状况，就是对你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呢，对吧？就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做什么，别人说，哎呀，我看到你好不容易。你就已经要泪崩了，是吧？但是一个10岁的男孩子，我觉得看不到，也是符合他这个年龄的正常状况的啊。所以呢，这也是第2点。就第一个，你自己要看到你在一个人干3个人甚至4个人的活儿。那第2个呢，就是看到孩子说这样的话，他按照他有限的这个事实和他的心智说到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样。所以呢，第3个呢，就我们把这2个放开之后，那其实我倒觉得是可以反过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孩子会这样跟你讲话，说明他在你这里是有力气来提要求的，也足够信任你，是吧？但是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你养孩子养得很好的呀，很棒的，真的我们要不断的从这里面看到这些正面的信息所以呢，我想这个时候，倒不一定是马上去跟孩子说你看我告诉你累是这么些原因。而是首先自己在心里面要承认，我已经很厉害了，我这个橡皮筋儿已经拉了100公斤的货了，我很了不起了，我已经快断了，是吧？别换了别人早断了4、5次了，我还没断这是第一个，自己给自己认可。因为当然有别人的认可和看到是让我们很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有的时候我就要自己来。所以首先不断的在自己心里面告诉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也要知道，我其实付出的劳动不仅有
我的物理劳动，我的情绪劳动也是真实的劳动啊。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在读书里面讲过，跟那个 Arlene Hochschild，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我跟讲他这本书的视频在这儿。他就是很早提出了这个叫 emotional labor 啊，他这应该是他60年代70年代一本书就提到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讲到空姐啊，就是空姐，他说大家会觉得啊，当空姐的这些人，那这个工作很轻松嘛。但是他就说，你像空姐的很重要的训练，就是一旦出现这种危及生命安全的事情，首先他自己不能慌张，第二他要去照顾别人的情绪以及别人的安全。他说这实际上对一个人的情绪上的要求是极大的，所以当时还很早就提出来，这些人做的劳动，这种情绪劳动是真实的劳动。那我们作为妈妈不就更是了呀，对吧？就是体力劳动是一部分，你要教书，你还要挣外快，但是你其实要做大量的情绪劳动啊，所以这个要看到自己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做情绪的劳动之后，你就说，哎，那我要先给自己做点情绪劳动，对吧？先稳住自己，然后看到自己所有的这些巨大的工作量以及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很了不起啊！你这一个人做3、4件活，每天光按时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吃上饭，是吧？然后还能挣上外快哈。所以要看到自己，然后不断看到自己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自己付出的情绪劳动，然后这个时候也看到对自己需要做的一个关照啊。然后在这种时候，你还那么超负荷，还能给孩子撑腰，是吧？这就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再讲你孩子被欺负这件事情，是吧？然后呢，就好像同桌说了很难听的话，孩子找老师，老师说这么点小事儿，这时候我觉得是应该要去找老师谈的。他不一定要谈到什么结果，因为跟老师的水平有关，但是要让孩子知道，哎，我妈妈是替我出面的啊，不是我一个人在扛，这种感觉对孩子来讲比任何结果都重要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做，而且跟孩子说我要去谈的。而且其实你本身就是高中老师嘛，又懂教育，也有职业权威啊，对吧？因为这个小学老师看到一个这个高中老师来也是有所谓鄙视链的嘛，对吧？所以你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讲这个事情，讲这个事情对孩子的影响，然后给老师问他接下来怎么办，就要去做。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我去了啊，我去了这件事情，其实对一个10岁的男孩，哇，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理上的这种支撑感是巨大的啊。然后呢，第3个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要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给自己创造空间这是最根本的，就是这根橡皮筋儿你得留点余量，对吧？因为他当时提到说这课表一调整，以前那段在操场散步的时间没了，状态立刻就坏了啊。那的确是，也就是说，其实这30分钟对你不是可有可无的，是你这个机器非常非常必要的维护时间。任何一个我们要机器，它都有维护时间，不维护的话就会坏，对吧？机器尚且需要维护，人难道不是吗？人更是啊！而且呢，我觉得我也是给你的建议，跟所有听众的建议，我们得把自己当成一台精密机器，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精密机器，是吧？每个人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一个机器。你每天得认真看一遍啊，这一天里面哪个时间段我可能有空，哪怕是5分钟、10分钟，哎，哪个事情可以减掉，哪个事情可能不需要我去做，那剩下这点时间我来干嘛？我可以出去走一圈给孩子买个他喜欢吃的酸奶，给自己写几句话，听点音乐，不用多。但这个时候对自己的这种空间，这种机器就是 maintenance time， 机器养护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不要等这个橡皮筋断了再去修，每天给他一点这个养分让他这个弹力能够有所恢复特别是像这个妈妈的状态，你是不能断的，就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是吧？所以呢，有这样的一种心这个就是 awareness 不断的在生活里面找这30分钟，或者哪怕从5分钟开始的时间，这是第3条，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底层调整吧。好吧，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用，拜拜。今天这个问题是关于钱的，他说呢，我本来的消费观挺松弛的能力范围里面用最好的，也不是很铺张。可是最近呢，我发现我对这个小钱变得特别敏感上周在香港，为了省30块港币，放弃打车去等这个滴滴，结果很热，一等呢就等出了一连串的不愉快，后面我就懊悔了一路然后呢，但是奇怪的是呢，我对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比方说报工作坊上课这个从来不犹豫，可就是在这些日常的小开销里面特别抠这个经济不好，家里收入受影响是客观的，但是自己怎么都分析不出来，这种在意这30块钱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他让我跟他分析一下他这种行为模式，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可能
它表面上是一个钱的问题，但是其实本质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用钱做的是个什么呢？我想我给他的回答哈，我觉得第一个其实你是在抓一点可控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近2026年整个大形势都不好，是吧？它各个行业啊、收入啊、未来啊其实都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就是很多你都觉得我说了不算。那我能够马上可以控制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眼前的这30块钱怎么花，对吧？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对自己有点慈悲心，我们其实是觉得这个事儿我有掌控感。你看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省30块钱嘛所以我们在经常这种大的感觉失控感的时候，其实会用这种下意识的做这种有掌控感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就省掉了是一种我还在这个我可以主导我的生活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呢，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说这个底层要对自己有慈悲，就是我们其实很多花钱的时候是一种控制感，我说了算就是特别是外界不确定的时候，这种控制感给我们的这种稳定感是很大的。但是呢，第二层就到这儿，你这个控制感并没有给你带来稳定感，对吧？因为你做了一个让自己觉得特别不值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能控制的这件事情，控制它干什么呢？来干了一个贬低我自我的事情，是不是？这其实是他做的事儿所以其实我也有这样的例子，我讲，因为大家知道我从今年年初去年年底到年初其实到现在吧，我们家里面不管是经济状况包括这个整个国内的这些变故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家都没钱了，对吧？那我就少用小时工吧。那我们家里小时工每年本来也就是1个周来2次来这个打扫卫生。那我就说那就减一次减一次呢，那我就省下点钱是吧？可能也就省了几十美金吧这个几百块人民币。然后呢，我剩下的活我自己干，我自己来刷碗，自己再弄。表面上呢，那肯定是省钱，我也有控制，对吧？我晚上就掌控了，是吧？我就把这个钱省下来了，我很勤俭。那可是其实心里面我知道我在做干什么，就是说其实哎呀，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更要紧的事儿做，我的时间花在刷碗上也行，其实是这么一个决定。因为当时也是因为我当时不是我的所有在国内的号都被封了嘛，本来都很满，天天直播呀什么这那的都没有了，反正我也没事儿做，我就刷个碗呗当然这件事情刷碗这件事情并不是个很低廉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我对我自己怎么花时间的一种自我贬低，对吧？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的时间和小时工要做的这个时间至少是等价的嘛所以你拿走之后，我来把这个刷碗的事儿做了，我不亏。但其实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自我贬低，就是当然是省钱了，但那时候其实对自己说的话就是，哎呀，你就值这个，是吧？所以就是我们很丝滑的在贬低自己和伤害自己所以大家想想，我们是不是经常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我去干，我其实很丝滑。我们去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很累，都很难，对吧？但是我们在伤害自己利益这件事上做的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伤害别人或者是什么，还要去说服别人，要过别人那一关，对吧？而伤害自己，你谁都不用说服，你只要放弃自己就可以了，是吧？我们一个人默默的放弃自己，是这个世界上阻力最小的事情，因为也只有你自己看得见，你自己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叫 slippery slope 一个滑坡，对吧？你会发现放弃点也 OK， 那我还可以干别的呀，那我下次就更容易放弃自己，对吧？那个就是这个每次砍一次对自己的服务，推掉一次本来想去的机会都很小，每一次觉得都无所谓，一步就滑下去了。其实这个在女性里面特别特别的常见所以其实说到底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一面镜子所以你看其实这个那个回到这个他开始这个问题，说为了那30块钱懊悔了这个一路他其实是为什么懊悔？我觉得并不是说我肯定还是省到了30块钱，懊悔的实际上做了一个让自己觉得自己不值钱的决定嘛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它并不是矫情，它是一个信号在告诉你，哎，有些地方做的不对钱只是浮在表面的符号，底层真正其实我们被触动的是对自己价值的判断所以当时我也是，后来我那个想明白这件事儿之后，我就让阿姨又回来了。我说我也不差这点钱，你还是一个星期来2次吧。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个觉察就是，当有困难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境遇不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容易 give up 的其实不是钱，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视。所以我想也给大家留一个特别小的觉察就是
就叫什么省点小钱的时候呢，你每次都可以问自己一句，哎，我在这里真的是在做一个精明的选择，还是实际上是在隐形的告诉自己，哎呀，我也不值这个钱。当你想清楚这一句的时候呢，你该省的还是要省，你不省的时候就不要省啊，因为你省下的其实不是那30块钱，你可能是对自己的那个很重要的那点在乎。好吧 ，OK， 希望这个回答对大家有益，拜拜。今天这个问题是我们一个诺友他原来在这个深圳做老师，然后现在在新西兰留学读幼儿教育哈。然后呢，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下个月呢就要去幼儿园实习了，因为他们的幼教会做这个实习。去年因为生病，现在还在康复期，不能太累，一累就头痛到没法正常生活。那家呢离幼儿园有40-50分钟的车程，那8点到的话，我7点就得出门。但晚上呢还要一个人带2岁半的儿子睡觉他半夜还会醒。哎呀，我就想再跟我的这个导师商量一下，能不能晚一点到，下午晚一点走，这样我还是能干够8个小时。那但是呢，他应该是明天或是这个完了之后就要去跟老师谈了。但是他说我脑子里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个是正当要求，正当要求。可是呢，我就开不了这个口，我特别害怕去跟 mentor 谈，害怕给别人添麻烦。那我想过最坏的打算不就是被他拒绝吗？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会怎么带我想这件事儿。好，那我就回答一下哈。我说那个这位诺友呢，嘴上一直说这是正当要求，正当要求，但是其实之所以这么纠结，就是因为心里面并不真的相信它是个正当要求。就好像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哈，如果说这个你去偷东西了然后你其实心里面认定偷东西是错的。然后又给自己找了20个理由我可以偷，我有苦衷，但是怎么都没法说服自己，就卡在那儿了，对吧？现在这个状态，所以呢，那当然这是个错误的类比，就是因为你这件事不是偷东西，你就是很正当的，对吧？但是你潜意识里面把它当成了像偷东西一样的错事儿，所以怎么都开不了口所以其实我想，第一个就是理解自己的正当性，是吧？刚生完大病，在康复，一个人带2岁半的孩子，异国他乡重启。然后呢，你的要求也非常合理，你有没有说晚去？你只是想调整一下时间所以这是完全没有的。然后呢，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因为其实我知道他在这个之前是在国内当老师的嘛。那国内当这种公立学校的老师、私立学校老师，其实都是类似的这样，大部分的经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组织对你的要求非常非常的紧你必须怎样，必须怎样，这一点点事情1个小时，那都是这个觉得好像犯了什么滔天的大罪一样的。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习惯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其实是很糟糕的这样的一种职场模式。那就会认为那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印记在新西兰，就会觉得我这个要是在当年在深圳的学校里面是肯定张不开嘴的。那因此就会觉得在这儿也很难，是吧？也就是我们其实习惯了这种牛马状态吧，对吧？别的牛都是8点上工，我这个牛想9点上工，那我这个牛就不行就是次品就是脑子就这么算的呗，哪怕我晚下班1个小时。但是实际上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新西兰园长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把你当牛马，对吧？你就是个实习生，晚去1个小时又能怎么样？就是而且你也要晚走，而且也不用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嘛，是吧？我就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我是这个园长，我得有多神经病才会拒绝你的要求？本来就是来实习的，是吧？又没想少干活，凭什么拒绝呢？如果真的拒绝，就说明这个园长也够差劲的，那不干也罢，对吧？所以呢，这是当时给的建议但是后来我就说，你其实可以在心里面把这个东西说一遍然后去试一试。结果我给大家有一个彩蛋后续就是我这个问答其实是那天在风影俱乐部里面的一个真实的问题嘛。然后后来我们是星期日做的这个答疑，然后星期一下午他就在群里说，他早晨起来去跟那个园长说了，说园长二话不说就说没问题，都没有听他的任何理由和解释。所以你看，就恰恰验证了其实是我们真正带来的那种牛马模式在作祟，而不是眼前的真相。那我们是陷在一个自己编织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很恐怖的、很会被拒绝的场景里面，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出国，在这个幼教然后这个在新西兰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所以当时我们星期天的那个叫做这个答疑还是起到了非常现实的作用的当然我觉得我别的答疑也会起到现实作用。好吧 OK，
那今天就这样，那希望大家还是喜欢我们的答疑节目的话，点赞和转发，然后下次再见啊。今天这个问题是一个职场问题这个问题提问的是一位女博士啊，她是在一个单位里面先做个小领导吧然后她的问题是，我们的老板情绪特别不稳定期待越大，骂得越凶，大家都不敢跟他沟通他的想法天马行空，可是到执行层就落不了地年轻同事觉得他这个非常自负不接地气，他又觉得年轻人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个团队呢现在就是消极抵抗，气氛越来越差。我呢是中级员工，一方面理解公司需要会讲故事的老板，一方面也知道他这种沟通方式对团队的伤害很大。我能做点什么让部门的伙伴们心态积极一点，别被情绪裹挟，看到情绪背后有价值的东西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讲第一问，你说你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我的答案是这件事儿你啥也不用做因为你看看这里面这是谁的功课这是你老板的功课，老板情绪不稳定，想法落不了地，天马行空，不好好说话，那是他的短板是吧？那这是他的功课，不是你的，不是你中级员工的功课一个人有钱当老板并不等于就厉害，就是说的都对，他不改后果他自己承担对吧？团队被他打压，团队因此离职走人，或者是工作这个效率下降，那也是他的行为造成的，又不是你来造成的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作为一个中级，你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你可以把你看到的你的反馈如实给到他，给完了那个球就是 on his court， 就是球在他那边了。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功课，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帮助你把自己那份做好就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女生在职场有一个很容易犯的错，就是特别愿意当妈就是我就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超级负责，明明是中级员工一出问题就自愿站出来当那个操心一切的那个人那个妈老板情绪不好，我就想着去安抚，是吧？这个团队这个士气低，我就想着去托举，上传下通不行，那我去当这个翻译，是吧？其实我觉得这反而是女生在职场最害自己的一件事情你可能说哇，这难道不叫负责任吗？是可以负责任，但是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责权对立，对吧？那我在什么层次我就要负什么样的责任。那如果我是大老板，我当然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给我的工资是我要去负责整个团队的这个士气，我可以。那我没有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当什么妈呢？对吧？为什么说当妈因为我们在当妈的时候就是全负责嘛，那就是毫无报酬嘛，是吧？但是那首先这其实也是一种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咱们不能跟孩子比，但是跟队友比往往是不公平的，因为当两个成年人都应该同样的分担这些责任，是吧？同样的付出。那你不能就凭什么就是我来都做付出，然后但是对职场女性更不应该把这种状态和这种本来就不公平的状态带到团队里去，是吧？因为团队大家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职业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不是我和你妈的关系，不是我是你妈的关系。如果是职业的关系，那就是首先责权对立，有多大的权利、多大的责任和多大的义务都是相对的。那另外就是谁的问题谁解决，大家都是成年人，是吧？那一件事情，如果这个说老板不改变，其实无非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动力不够嘛，他可能对他来讲，反正我不改，我这么每天这么飞扬跋扈也没问题，是吧？那我没有必要改。那如果大家哗都离职了，然后项目都出现问题了，那他也会被倒逼着改。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他想改，他能力不行，那也得他自己去学，是吧？当这两样都不到位，他动力不够。然后能力又不行的时候，那你这个妈再操心，最后也是两头不讨好，不是吗？所以我给这样的女性有个建议，就你要试试把自己当成一个职场男性去跟老板说话，对吧？你跟那些男同事学一学，跟他说，然后就都可以这么表达。你说你就可以讲嘛，说老板您这么牛是吧？又成功又大气又聪明又能干可是呢，你这个团队看不到，那你是不是你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让团队看到？这个你或者这些问题，你的能力是最强的，你既然这么厉害，那请你来解决一下，您来亲自下场解决一下，对吧？解决了，恭喜您。解决不了呢，那你就是您既然自己这么聪明能干，那你自己想想为什么，对吧？这也是我在这个思维课里面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不可能这个既是 A 又是 B。不可能既是 A 又是非 A， 一方面你最能干最厉害，一方面你最无能，怎么可能呢？
是吧？你看我们在当妈的时候，不就这种心态吗？一方面老板那么厉害，那么有各种想法，会忽悠人；另外一方面他很无能，所以我得去帮他，不可能的呀。既然你这么厉害，这么有能力，那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小菜一碟吗？你就应该马上可以解决啊，不是吗？对吧？所以你就要把该他的责任放在他应该在的地方，是吧？所以你不能又觉得他不能又觉得他很厉害，他牛，又觉得他需要你去哄，这不就成了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这些里面的这些矛盾，然后呢，把他该做的事情放到那儿然后最后我想讲的是，其实就这时候我们其实在提一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大家会经常在问我问题，会知道我不会马上就回答你的问题，我可能会首先告诉你这个问题是个错误的问题，它是个假问题，对吧？因为他问我的问题是说我怎么样提高团队的士气，我说这根本跟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问题，你不需要做，所以我们也要养成这个习惯。在看一个问题之前，先要看这是不是个真问题，是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出来的，把本来不属于我的困境自己大包大揽，是吧？你自己事儿已经很多了，还要不把别人的锅背到自己肩上。所以我们当能意识到一个问题是假问题或者不是你的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因为它就根本就不需要被你解决。好吧，那如果另外你说，如果我真的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也 OK 啊，你也可以跟他谈，跟老板谈，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是呢，那你可能得给我 CEO 的工资是吧？或者给我这个人力总监的工资，那我来给你背这个锅，可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是老板厉害大，老板这个盯责任，另外一个你认为我可以解决，可以，那你给我这个工资，我可以干这个活儿。你不可能在中间这个四六不靠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里面去用妈的心情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真那样做了，最后只能吃力不讨好，对吧？因为既然你出手了，那如果这个事儿搞砸了或者有人说话，那肯定是你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儿。好，回答完了大家这些答疑如果对大家有益的话，大家记得叫什么订阅转发，然后那个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的频道，好吧？谢谢。今天这个问题是一个成年诺友他的弟弟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弟弟有工作，但是收入不高，家里开销主要是靠弟媳妇承担，他自己没有上进的意愿，平时就刷手机打游戏。那弟媳呢，因为担心失业，房贷压力很大，心理压力也非常大。我妈妈得知以后呢，这个在家里面哭闹甚至说出活不下去这样的话。那我和姐姐都很清楚，弟弟对任何事儿、任何人都缺乏热情和责任心，我们也觉得帮不上忙，也不想借钱给他。那我一边呢学着不介入他人的因果，又想听一听一诺姐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想其实首先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吧，就这件事儿，我觉得在中国其实蛮普遍的就是被宠坏的男性。我觉得可以想象，你弟弟肯定是在家里面最被父母宠的那个，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里面，所以从小其实就没有养成对事情负责任、为他人着想的这样的一种素质吧，或者是能力所以其实你觉得你们帮不上忙你们其实肯定不是什么都没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家庭包括姐姐们对他的付出可能已经是非常多的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做的不是没有做，而是一直在允许。你就想一个人结了婚有了孩子，家里的责任不担，还能活得不错，还能天天刷手机打游戏，他凭什么能这样？对吧？那肯定有很多支持和允许是不是？因为大家在替他做事啊。首先大家是允许这件事情的，对吧？如果反过来如果这件事情这个是个女生是你的一个妹妹是吧？妹妹游手好闲，每天在家里面打，然后这个妹妹的媳妇每天这样，那社会对她的压力，对你这个妹妹的压力岂不是超级大包括家里对这个妹妹的压力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会被社会所接受的。但如果这个角色一互换，变成是这个男的，那大家的接受度就突然高了很多，不是吗？所以其实你们不是什么都没做，你们又做了很多了，你们都在允许这件事情。当然肯定姐姐也是受害者了，但是肯定父母妈妈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允许者，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几十年下来的这样的一种就英文叫 entitlement， 就是这都是我应得的，我就是应该这样的而且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也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画面里面，现在看下来最需要支持的其实是你这个弟媳妇所以呢，你看他现在也许看上去情绪还可以，还在扛着，但这件事儿大家想一想，你想一想
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是吧？你妈的想法是找人来问啊，找姐姐给钱啊，来帮这个弟弟啊。可是弟媳妇凭什么就跟你们姐俩跟妈妈一样，对他无私奉献，把一切都给他呢？是吧？所以我倒觉得不一定是怎么去帮着弟弟，而是去跟弟媳妇聊聊他，问问他怎么打算的，对吧？其实从整个家的平衡来讲，你的弟媳妇也是更需要有人站在他这边的那个人。当然，这其实也是你最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你妈妈的因果，也很典型，是吧？就是我们其实中国大量的女性就这样，自己首先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但是还不断的，就是在延续这种体系的加害，就是把更多的资源给到男孩子，非常不公平啊。所以其实说，你看他说什么活不下去啊，这些话其实是没什么用的。他其实说这句话也是觉得自己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对吧？但是这种寻死寻活，其实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你只能让他想开，是吧？其实因为弟弟第一个首先变成今天这样，也是从小家里给他的资源就更多，对他更溺爱、更偏心，让他少负责，才长出这种我不努力也可以的这种所谓的底气，是吧？当然我只是猜测了，但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早年对他这样，然后呢不让他去承担责任，那现在他变成成年人了，那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切都是就是1+1等于2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因是早就种了的啊，他没有一个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都是一路被养成的，是不是？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去怎么讲呢？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它有它的 consequence， 对吧？你踢一个这个酱油瓶，酱油瓶就倒了，这就是结果啊。弟弟到了这个年纪，40岁还这样，也是 consequence， 该来的来。很正常，所以我觉得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去这个让他开始承担他应该承担的，然后跟弟媳妇聊一聊，看他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如果他选择有自己的更好的生活，也去支持他。那让妈妈也慢慢看到这一切都是1+1等于2的结果。那我们就是得面对这个现实，是不是？听起来很不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其实你们全家已经在这个弟弟身上放了。就是超过任何一个人的资源了，我都能想象，对吧？所以在这时候再去继续的投入也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呢，你也不用背着那个我是不是好像就放弃他那种愧疚你没放弃，其实恰恰相反，你们已经撑得太久了所以呢，我是觉得把这个就是支持给到需要的人身上吧，弟媳妇然后跟妈妈聊一聊然后不该有的支持就不要再给了。成年人的做法吧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家庭也这很难，有些东西可能还不得不做，但是我至少觉得可以去支持弟媳妇也好，跟妈妈能看到这些也好，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努力吧。好的 OK， 那就今天答疑到这儿。然后大家如果还是喜欢像这样的节目可以在我们这儿点赞然后这个转发订阅我的频道希望我们有后续的这个答疑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参加。好的，拜拜。